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脚相看你富贵贫贱。千里之行始于足下，由此可以看出双脚对于人们的重要性。其实在相术学中，不仅可以通过手相来判断人们的运势好坏，脚相同样也可以反映出人们的富贵吉凶。有的人脚相注定是大贵之命，而有些人的脚相一看就是贫苦之命。今天小酱之给酱友们介绍5种穷人命的脚相，希望你不在其中。1. 脚掌如平板。在相学中，若是一个人的脚掌如平板，被称为平板脚，脚底没有凹陷，看起来非常的平薄，像是平板一样，做事不稳定，失败的可能性非常的大，抓不住地基，财运也不是特别的好，一辈子都是劳碌命，常常陷入到生活缺钱的境地，在事业上非常容易失败，一辈子都过得比较拮据，日子不是特别的好过。2. 足下无纹路。在相学中，若是一个人的足底没有纹路，被称之为棺材纹，属于下等之相，而且一般与这样的足相的人，对自己的个人运势发展必定会非常的不利，而且自己的财运也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，福气比较浅薄，常年在外奔波劳碌的命，一辈子都是穷苦相，所以这样的人只有吃苦受累的命，不会有大本事。3. 脚趾尖薄。在相学中，若是一个人的脚趾长得圆润厚实而长，则这样的人食路与财路都会有非常不错的发展，个人的前途必定会一片光明。但若是脚趾长得尖薄过于单薄，则这样的人天生辛苦命，撑不住大福气，需要为钱财奔波劳碌一辈子，发不了大财，日子也过得非常的艰辛，生活中也常常是饥一顿饱一顿。4. 脚掌大而单薄。在相学中，若是一个人的脚掌长得大而单薄，则这样的人天生劳碌命，性格上也会非常的急躁，做事情也非常的容易马虎，个人的理财观念比较差，性格比较急躁，常常容易因为一点点的小事情都会被打败，事业发展会比较缓慢，也必定会影响到自己的财运与名望。5. 脚趾毛多粗硬。在相学中，若是一个人的脚掌毛多，而且比较粗硬，则这样的人脾气性格都会非常的粗暴，个人的能力本事也不是特别的强，从而容易破财或者是天灾，日后一定要多加注意才行。但是这样的人更容易得罪人，一辈子都没有什么好的发展，生活的压力也会比较大，找小人，事业上也更是赔多赢少。6. 脚面青筋凸起。享福的人一般都有一双紧致白皙的脚，摸起来滑滑的，但是有些人没有办法去避免青筋凸起的现象。这种特征的人天生劳碌命，爱操闲心，在利益面前喜欢斤斤计较，好胜心极强，注重结果的他们往往把自己搞垮，每天累死累活，注定一辈子穷苦命。如果不小心中了以上6种脚相特征，这一辈子都很难有大成就，注定劳碌。那从相学角度分析，哪些是富贵脚相呢？一起往下看吧。1. 脚趾圆润。在相学中，若是一个人的脚趾长得圆润，有肉比较饱满，则这样的人多半属于天生好命，自身的食禄比较充足，拥有赚大钱的本事，本身就是富有命，能够过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，自己的贵人就是父母，帮助自己的事业更上一层楼，少有烦恼，一辈子过得顺利有福享，保证顺顺利利。2. 脚心有纹路。在相学中，若是一个人的脚底有纹路，而且在脚底下的纹路越长得多，这样的命格也会越好，尤其是在脚底下有3条纵而伸长的纹，称为3侧纹，有此相的人既有福气又有食禄，一辈子衣食无忧。再就是状如麦穗的纹理，也主人可食禄万重，福分很大。脚跟大而明显。脚跟生的大而明显，被称为脚下生根，这也是好命的象征。不但自身的财运旺盛，周围的亲朋好友也都是有钱人，所以做事很容易得到众人的支援和帮助，能够轻松赚到钱财，家庭生活也是幸福安康。而且这样的人做事懂得脚踏实地，能够一步一个脚印得到财富，一旦抓住赚钱的机会，注定能够富贵长久。
4. 脚底多有旋纹。在相学中，若是一个人的脚底长有旋纹，看起来脚底纹路比较清楚，则这样的人常常在外求财，人际交往的能力比较强，口才出色，能够结识到各个行业比较优秀的人才，在事业上的道路发展比较宽广，自身的财富地位也会不断的提升，钱财运势不少，而且自己的名利也能够得到非常不错的发展，居位高，发展也必定会顺风顺水。5. 脚底有痣。在相学中，若是脚底长有吉痣，有脚底藏吉痣，掌管天下兵，天生帝王命的说法。一般在脚底的中间长有吉痣，则这样的人天生富贵相，能够聚财招财运，日子过得比较顺利，无论是赚多赚少都能得到不少的积蓄。而若是脚底下长有7颗吉痣，被称之为帝王痣。一般有这样吉痣的人，不是帝王也是王侯命，出生就比一般人富贵，日后的事业发展更是一步一黄金，顺顺利利。6. 脚底深凹。在相学中，若是脚底深凹，看起来就像是聚财盆一样，则这样的人个人的财运会非常的旺盛，往往是非富即贵，能够拥有非常富足的生活，一辈子都过得安逸幸福。若是男人有这样的脚相，天生就是富贵命，在事业上一定能够有一大番的作为，贵人缘也会非常的旺盛，就算是有困难也能够逢凶化吉。但若是女人有这样的脚相，在家里能够掌管家财，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。7. 脚长厚实。脚长厚实有肉，在相术上被称之为贵人族。一般拥有这样脚相的人，天生就是享福的命，非常的有福气，所在的家庭就算不是大富大贵，也能生活富足，不必为生计劳心奔波，财运顺利稳定，生活能安乐知足。而脚长最忌讳的就是脚底板单薄，比较平，天生就是穷酸命，日子过得比较贫瘠，完全赚不了大钱，男人赚苦力，而女人则嫁穷人。8. 脚趾长而细。脚趾长而纤细，毛发比较柔软，则这样的人只要是自己肯奋斗，就一定能够得到非常不错的个人发展，而且这样的人有自己的主见，学识发展都不会太差，同事之间的合作也能够相处融洽，有非常强的个人能力发展。但若是脚趾上的毛发长得非常的粗硬，则这样的人脾气性格会非常的差，身边也没有可以信任的人，上司也不会重用，个人的财富也会缺失。9. 脚小厚实。在相学中，若是一个人的脚长得小而厚实，被称之为富贵族。一般有这样脚相的人，出生的家庭条件都会非常的不错，在事业的发展中必定会有家人与长辈的提携与帮助，才能出众，生活的压力也会非常的小，就算是有阻力也能够迎刃而解，在生活方面更是衣食无忧，保证财运越来越兴旺。你的脚属于哪一种呢？小酱汁提醒，好脚相不代表有好运，是金子也不一定能发光，想要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，一定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7种大富大贵的脚纹。现实生活中很多很喜欢算命，最常见的是通过手相中的各种纹路特点来看人生运势的好坏，但有的人也会通过脚纹来算命。那么脚底有纹的人命运如何呢？什么样的脚相才是真正的富贵脚呢？那么接下来小酱汁就带酱友们具体了解一下。1. 脚底有纹的人命运如何？脚底有不同纹路的人命运也各不相同，这里小酱汁具体给酱友们讲解8种脚纹的命运。1. 禽纹。禽纹一般来说比较少见，就是脚底板上有一个类似于禽类的形状。脚底板有禽纹的人必定能够人前达显，事业居上，在中年以后往往能在财运上变得十分顺遂，辉煌灿烂，成为人中龙凤。当禽纹出现在脚底的话，有2个特点。第一个特点是和背井离乡去发展，要注意抓住外援的机会，小到背井离乡去外省发达的城市，大到去国外留学，甚至在国外定居，那么对人生都有比较大的一些帮助利益。
第二点，如果足底有晴纹的话，比较适合武职出体力活，也可以是高科技的军工行业。2. 人字纹，脚底有一个像是人一样的脚纹路，纹理细腻，说明此人为人中龙凤，富贵不用愁。这样的人每踏出一步都能够踩到财运的点上，财运极其旺盛。再加上天生聪慧有能力，只要用心付出一点努力，就能够获得不菲的财富。3. 龟形纹，脚底的纹路像是一只乌龟的形状，在相学中称为龟形纹。龟形纹主官运，往往这一类脚纹的人子子孙孙官路畅通，能做大官，事业能有所成，身处高职，在事业上能够节节攀升，攀上顶峰。拥有这类纹路的人，中年后能够在钱财运上顺遂高升，晚年必定高官厚禄，吉祥如意。4. 剪刀纹，脚底的纹路看起来像是一把剪刀，这样的脚纹的人能够成为巨富。这一类人平时较为低调，或许穿着较为普通，吃喝都比较节俭，属于是财不外露，闷声发大财的类型，一生吉祥。5. 脚下有旋纹，旋纹指的是脚心纹路呈现漩涡形或者水波形，有旋转的趋势。假如脚心有旋纹，其人在名利场上往往容易取得较大的成就，如从事演艺等面向公众的工作事业。财富依靠名气而稳步上升，是求名求利的富贵之人。6. 桂纹，桂纹指的是脚底板的纹路多，但是在整体看来又是细腻柔软的，不粗糙，这是典型的贵人相。如果太过于粗糙，会影响全体的风水。有这种足相的人，终身都不会吃什么苦，祖业丰盛，而自己的运势又很不错，能够成为人中龙凤。7. 脚底十字纹，足底十字纹多，都如一个个十字的话，那就和脑力有关，所以有十字纹的人大多可以从事这些比较复杂精密的计算性工作，有关于专业的财务领域，包括市场营销策划，善于动脑筋去分析数据的，包括计算机编程等等。十字纹加上适合的行业，大多让你的人生会取得较高的成就。十字纹也是善纹，只要你找对方向。8. 脚底无纹，脚底无纹倒不是一个很好的相格，这种脚相的人一生比较劳苦奔波，在外面四处奔波，四处谋生，物质条件不丰厚，人生的福禄也很少，是可以从事一门专业的技术，凭借自己的技能技艺而立足，能够获取一个稳定的物质收入。2. 富贵脚相的10个特征。1. 埃及脚，埃及脚整个脚从大脚趾到小脚趾依次变短，形状呈下坡路，最长的是大脚趾。这种脚型的人比较少，拥有埃及脚的人非常的幸运，天生就是享福命，一生富贵荣华，钱财丰厚。拥有埃及脚的人一出生就有着很好的家庭环境，性格直爽大方，心胸坦荡，在强大的背景下以及自己的努力下，无论是在官场上还是在企业中，都能够混得风生水起。为人处事圆滑，心地善良，在成长的过程中有着极好的人缘，多有贵人相助，可以说一生都在享福。2. 罗马脚，在相学当中，若是一个人的前2个脚趾长得一样的程度，则被称之为罗马脚，则会有脚踏财气、大吉大利的说法，属于典型的旺财脚。而一般情况下，拥有此种脚相的人能力出众，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，他们赚钱能力也会越来越强，依靠自己的经验就会取得极大的财富积累，后半生的福气最大，还会福泽自己的子子辈辈。3. 希腊脚，希腊脚整个脚上的第2个脚趾超过大脚趾，在5个脚趾当中，第2个脚趾是最长的。拥有这种脚型的人比较常见，天生的富贵命。拥有希腊脚的人精力充沛，有很强的上进心，做事勇敢果断，意志力坚定，还很勤劳。只要下定决心的事情，一定会不达目的誓不罢休。但这类人在前半生会有很多的坎坷，要经历大风大浪，到了后半生就会衣食无忧，家财万贯，并且子孙满堂。4.
5根脚趾细长。一个人的5根脚趾细长，则是天生的富贵族，预示着此人生活事业方面会取得极大的发展，能力强，有极强的上进心，日后就算是白手起家，也会凭借自己的努力过上理想的生活。所以往往到最后，他们的个人生活运势发展不会太差，必定能够保证财源广进，福气满满，从而取得更加富足的生活状态，至少经济方面的成就会比较高，能力比较强。5. 脚趾毛须量长。脚趾毛须量长的人大多运气顺畅，有贵人提拔，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朋友的帮助，会在事业上取得一番成绩。假如脚毛细而长且多的，则此人是在财运上很顺遂，为有福气之人。反之，假如脚毛太多杂乱，毛粗短而且硬，则往往该人士一生坎坷，失败较多，在财运上也往往容易有破财的危险，难免成为劳碌贫苦的人。6. 脚底深凹荣归。脚底深凹荣归的意思就是脚底不宜太平，喜深凹，越深越贵，可以隐藏一只乌龟，也就是脚底深凹与脚跟形成明显的凹凸。有这种脚的朋友，就是相学中大富大贵的人，不论是家庭实力背景还是个人财力，都是让他人所羡慕的，是大家眼中大富大贵之人。7. 脚下成根。双脚脚跟明显，脚下成根的朋友们不仅自身财运旺盛，并且子孙亲戚的财运往往也是比较不错的，在工作中更容易得到家人和朋友的帮助，财运会随之上升，家庭安康幸福。8. 脚底有黑痣。脚底有黑痣的人一马通常很重，有很多机会云游四海或者出外旅游。足下有黑痣，主要指的是在足底脚心出现有黑痣的出现，这种黑痣一般越大越黑越好。足下有黑痣在相学中是财富和美食的象征，寓意着个人不仅财力丰盛，是大家眼中的大财主。9. 脚底有红痣。脚底板生有朱砂痣及红色的痣，是旺人之象，不仅旺他人，自己亦是富贵命。不过不是很多人脚底板有朱砂痣，如果你有的话，不止你，连你身边的人都发达了。10. 脚小而厚。脚小而厚说的是指脚掌虽然小，但是双脚饱满厚实，有这种双脚的人是相学中所说的贵人脚，工作生活中往往机遇和贵人常出现在大家身边，生活方面更是衣食无忧，财运旺盛。综上所述，脚掌小而厚，长而软，脚纹多，脚面长有毛，都是富贵的象徽。脚上有这些特征的人，多半是人中龙凤。但是3分天注定，7分靠打拼，所以我们的生活要靠自己争取努力，切不可在奋斗的时期选择了偷懒。3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千金脚富贵命，看看你是不是。脚是我们行走的根本，正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，如果没有了双脚，又何谈行万里路呢？而在相学中，脚相也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，能够看出一个人的贫贱富贵与不同命运。今天小酱汁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哪种脚相的人命最好，一起来看看吧。1. 从脚趾看命运。1. 大脚趾最长。大脚趾的长度比其他4根脚趾长，大脚趾从小指依次变短，这种脚型是很普遍的，因为大脚趾最长最大，在行走时能够帮助脚掌承受人体的重量，平衡重心，运动时更符合力学规律。有这种脚型的人大多踏实稳重，脚踏实地，做事有规划，坚毅有耐心，拥有绝佳财运，能靠自己的努力打拼家业，可以积累丰厚的家财，衣食无忧。2. 第2根脚趾最长。第2根脚趾比大拇指长的脚型被称为希腊脚。有这种脚型的人一般个性要强，命带福禄，多数能拥有出色的事业和理想的生活。男性事业心会比较重，不喜欢安逸，
而是偏好从事有挑战性的工作，具有不服输的拼搏精神。在职场中一般是比较有领导力的人，会有很不错的事业成就。女性的话也是个性鲜明要强，聪明灵活精明，有自己的一套处事原则，也可以说比较特立独行，有个性，通常有很好的异性缘。3. 第三根脚趾最长。五指之中第三根脚趾最长的脚相十分罕见，拥有这种脚相的人也注定是拥有不平凡的运势。有这种脚相的人天生性格要强，不甘于平凡的生活，往往敢于做吃螃蟹的第一人，能先人一步占据财富先机，富有谋略和勇气，在财富往往能够得到丰硕的成果。若是从商，一般能积累下丰厚的财富，富甲一方；若是为官，也能仕途顺利，左右逢源，官运亨通，取得不凡的成就。4. 前2个脚趾长度相同。5个脚趾中，如果一个人的大脚趾与2脚趾长度相同，那么这个人注定命中旺财。这种脚相我们称之为罗马脚，寓意脚踏财气，属大吉之兆。拥有这种脚相的人一生幸运，是典型的旺财之人，尤其到了30岁之后，好运不断，福气满满，他们旺财的机会会越来越多。尤其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福气越来越深厚，财气更旺，生活会越来越富足，事业上会有更好的进展，能走上发家致富的路上。5. 拇指、2指和3指一样长。如果脚趾的拇指、2指和3指都一样长，这样的人心思缜密，争强好胜，做任何事情都追求完美，认真踏实，非常负责任，所以一辈子劳心劳神，为生活奔波不断，享福很少，没有什么大的成就。6. 拇指最长，其他脚趾一样长。如果拇指最长，其他脚趾一样长，那么此人个性敏感，喜欢抱怨，是典型的操心命。虽然他们生活环境不错，但是容易劳神，一辈子琐事不断，凡事都需要自己亲力亲为，很少有清闲的时候。即使拥有钱财，他们也不会去享受。7. 5个脚趾依次由长到短。5个脚趾排列成一刀切的脚型，我们称之为埃及脚。这种脚相是最佳的。如果一个人生来就是这样的脚相，那么这个人注定能够一生无忧，平安健康，财运亨通。其实在相学当中，人的脚趾长度是跟人的寿命有着很大的关系。这种脚相代表一生能够平安快乐，福寿延绵，属富贵命。脚趾的排列为大脚趾最长，小脚趾最短，依次顺序。大脚趾当头寓意头脑聪慧伶俐，小脚趾短粗寓意踏实，为人真诚，处事稳重。而拥有这种脚相的人，他们追求生活，注重生活品质，同时拥有着很好的财运，是有福之人，生活无忧，做事顺利，不愁钱财。8. 脚趾圆润。一个人是否有福气，那就直接看这人的脚趾是否圆润饱满，脚指甲是否滑溜成圆形。两者都具备这种脚相的人，命运力气都很好，而且命中注定一路充足，属于茶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命格。在工作上也会经常有好运降临，遇到困难会有贵人及时相助，工作会顺遂，生活更是衣食无忧，财运旺盛。如果女性出生就有这种脚相，那么这个女子属于少奶奶的命，手里不差钱，同时有庸人使唤，也就是俗话所说的十指不沾阳春水，一生受宠又享福。9. 脚趾细长。如果一个人的脚趾又细又长，那么这个人天生带有富足命。这种脚相的人积极奋进，脚趾细长有力抓地，寓意着在生活和事业上都是靠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自己的人生，多为白手起家，通过自己的拼搏努力过上自己理想的生活。前期在上进时可能会遭受多种波折磨练，但总能在后期的生活中运势上升，财运广进。2.
脚趾上的痣也有含义。一、脚拇指上长痣。脚拇指上长痣差得名威势，因为拇指掌权，在脚拇指上生痣的人是个领导的人才。但如果在脚拇指末节靠近第二指一侧长痣的话，则称为有志难伸痣。这样的人在事业上容易受到同行与小人的排挤，或者经常被同事配偶欺辱，开拓能力不足，不能顺利晋职升迁，容易因此抑郁寡欢，一生有志难伸。二、拇指与第二个脚趾缝隙长痣，代表肝气过盛，容易有肝胆之疾，脾气急躁，事业财运不佳，容易被同行或者同事抢夺功劳，在感情上也容易遭受挫折。三、中指外侧端长痣，这里有痣象代表脾胃气欠佳，人会变得比较懒，做事缺乏耐心，财运欠佳，人际关系也不理想，生活环境和境遇也不太好。四、脚无名指长痣，这类人属于比较典型的劳碌命，但是心思远大，志在他乡，终身东跑西跑也能够得到财富。五、小脚趾上长痣，小脚趾上长痣的人面对感情总是充满热情，但往往坚持不了多长时间，就觉得没有意思了而放弃。六、脚趾背部长痣，这样的人属于木讷类型，做事不积极，总有依赖心，凡事不愿意过多考虑，处处与人为善。三、脚型不同命不同。一、扁平足。扁平足是一种畸形的足，指足弓过少或者一点足弓都没有的。这种人虽然走路之类的不方便，脚也不甚美观，但是他们的一生都不会有什么大的霉运，但是反过他们一生也不会有多大的好运，也就是说一生运气平顺，没有大起大落，也算是富贵命。二、足弓高。如果足弓高代表足够，这种人一般都很好命，事事顺心顺意，人际关系也很好。如果足弓很高，那这种人虽然事业上比大多数人要好，能够轻易爬到很高的位置，但是日常生活中因为高姿态，一般都是没有人愿意与其交朋友，所以人际关系不好。三、足大而薄。足大而薄是指双脚虽然比较宽大，但是厚度薄。有这种双脚的朋友们，往往在财运和名望上都是有所破损，在工作生活中往往因为自身做事的大手大脚而出现很多的过错，并且在消费时也容易因为消费透支而入不敷出，因此生活中一定要提高警惕。四、足小而厚。足小而厚是指脚掌虽然较小，但是双脚饱满厚实。有这种双脚的朋友，尤其是女士朋友，是相学中所说的贵人脚。在工作生活中，往往机遇和贵人常常出现在大家身边，因此工作比较顺心，即使有困阻也会迎刃而解。生活方面更是衣食无忧，财运旺盛。如果您有一双这样的脚，那么小酱汁在这里恭喜您了。相信很少朋友会仔细观察自己的双脚，正所谓顶天立地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，都是在强调双脚的重要性。在相学中，脚其实也和人的脸、手一样，都可以看出自己的命运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啦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